在《西游记》中，人物大体分为神、妖、人三界。这三界当中，各自都有一个掌管者。从整体上看来，人界是在天地当中最没有权力的一个，上有天管，下有地管。但在原著中却出现了极其特殊的一幕，那便是唐皇李世民下地府的时候，竟然连十殿阎王都亲自迎接，还给他行了隆重的跪拜礼。这其中的缘由便与李世民的前世有着莫大的关系。李世民前世的真实身份，甚至就连玉皇大帝见了他也是要礼让3分的。泾河龙王之死，《西游记》第10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讲的是关于唐太宗李世民下地府还魂后又重回阳间的故事。至于李世民下地府的原因，那还得从泾河龙王说起。泾河龙王是西海龙王的妹夫。某一日听闻在长安城中有一位算卦先生卜卦极准，这位算卦先生便是唐代著名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自神算子袁守诚在长安出现的日子以来，便每日都会为一位出海的渔翁算上一卦，他能非常准确地告诉渔翁泾河中水族的位置所在，因此渔翁每日出海皆百下百着，大有收获。长期以往，泾河水中的水族们频频被捕，水族的数量也是愈发稀少。泾河龙王得知此事之后非常愤怒，一来二去便查到了袁守诚身上，于是便化身为一位白衣书生前去找袁守诚的麻烦。泾河龙王找到袁守诚，并与他打赌，让袁守诚算一下第2天长安城下雨的时辰还有点数。泾河龙王对袁守诚道：若算得准了，将奉上挂金50两；若是算得不准，就拆掉袁守诚的招牌，并将其赶出长安城去。孰料袁守诚却并不恼，卜了一卦后便精确地说道：明日辰时不云，乙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3尺3寸零48点。泾河龙王作为8河都总管，司与大龙神，在没有天庭特别指使的情况下，本身便是掌管地方下雨的负责人，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拿来与袁守诚作赌。泾河龙王还想着自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结果当天天庭却突然来了一道圣旨，要求泾河龙王明日在长安城内降雨，并且圣旨上要求的降雨时辰和点数皆如袁守诚先前所说的一般无二。为了将袁守诚赶出长安城去，泾河龙王竟听信了十军师的主意，私自偷改了圣旨上所规定的降雨时辰和点数。结果泾河龙王通过作弊赢得了赌约，还找到袁守诚说要砸了他的招牌。孰料袁守诚告诉他，早在见到白衣书生的第一眼就知道对方是泾河的龙王，还说他如今违反了天庭的旨意，被送上寡龙台也是迟早之事。一番说辞下来，泾河龙王终于幡然醒悟，赶紧跪地求救袁守诚救自己一命。袁守诚告诉泾河龙王，监斩人是当朝宰相魏征，所以让泾河龙王去求唐皇李世民，只要李世民帮你求情了，那你还尚有一丝活命的机会。在《西游记》中，魏征有2重身份，一是唐朝的宰相，二是天庭人曹官。后来泾河龙王便出现在李世民的梦里，请求他向魏征求情，饶过自己一条性命。李世民承诺救他。李世民救泾河龙王的办法，便是将魏征叫来跟自己一起下棋。李世民本想着拖着魏征在这里过了53刻，让魏征没办法去监斩，那便能救下泾河龙王一命了。但魏征最后还是元神出窍，于睡梦中将泾河龙王斩杀了。李世民下地府，泾河龙王虽已身死，却仍旧不甘心，每日都怨气冲天，死后魂魄也一直纠缠着李世民，扰得他日夜不得安宁。李世民被搅得连觉都不敢睡，就怕泾河龙王的魂魄来找他索命。后来还叫了大臣秦叔宝、尉迟恭在寝殿前为他守着门口。就在李世民与泾河龙王纠缠之际，观世音菩萨出手将泾河龙王的魂魄赶走了。但即便如此，长久以往，李世民也被泾河龙王吓得奄奄一息，自此之后一病不起。
眼看自己的身子越来越弱，即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也想着交代自己的身后之事。就在李世民临终之前，魏征却信誓旦旦地对李世民说道：“管保陛下长生。”魏征告诉李世民，之前他有一个名叫崔珏的老朋友，崔珏在世的时候曾是李世民父亲李渊殿上的礼部侍郎，与魏征乃是相知多年的八拜之交。死了以后，在阴司做了一名掌生死文部的丰都判官。魏征说他如今就修书一封，等李世民去到地府之后，就把这封信交给崔判官，到时候一定会让李世民的魂魄重新还阳，回到这世上来。就在李世民30岁那年，他突然两眼一闭，一口气没喘过来，就这样撒手人寰了。当李世民被抬进龙棺的时候，李世民的魂魄忽然就飞了出来，然后能清楚地看到另一个自己正躺在棺材里面，然后魂魄不受控制地飘了起来，接着就被一股力量吸走了。李世民驾崩之后，文武大臣便想着为皇帝办后事，并将其驾崩的消息昭告天下。魏征在此时站了出来，并阻止说：“且在案后1日，我主必还魂也。”话说这边李世民的魂魄来到了地府，一抬头便看见了鬼门关3个字，不由得令他寒毛直竖。正当这个时候，只见地府入口处走出来一位判官，此人正是魏征先前所说的那位崔珏崔判官。崔判官遇见李世民之后，便连忙行了个跪拜之礼，态度十分恭敬。后来在崔判官的引荐下，李世民还见到了地府的十殿阎王。眼看赤发厉鬼在前，阿鼻地狱在后，因此李世民对于崔判官的要求也是连连点头称是。故事后来的发展，便是李世民回到阳间，请来僧人修建水陆大会，为冥府那些枉死的冤魂超度。在水陆法会上，观音菩萨现身说道：“只有那大乘佛法，方可真正度得亡者超生。”那大乘佛法便在那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如来处。后来李世民便赐了唐三藏那9环锡杖和锦兰袈裟，并与唐三藏结为兄弟。唐三藏奉旨成为东土大唐而来取经的僧人，也就是后来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就此正式拉开帷幕。那么作为神仙的十殿阎王，为何要向区区凡人李世民行跪拜礼呢？《西游记》原著中曾提到过不少前世今生的故事，例如西天取经的唐三藏便是如来佛祖的2弟子金蝉子转世而来。因为这层身份，唐僧师徒取经路过五庄观的时候，就连镇元大仙也亲自交代徒弟为他奉上人参果享用。李世民之所以能获得十殿阎王如此尊敬，也是因为他前世身份不一般。原著中说道，李世民前世的身份便是北极紫薇大帝。紫薇大帝又称之为中天紫薇北极太皇大帝，属于道教4御之一，和玉皇大帝一样，同属于6御。在天庭上的地位是可以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的，二者都是9天大尊之一。紫薇大帝的职责便是辅佐玉皇大帝执掌天经地纬、4时气候和星辰运转。紫微星的位置位于天上最中间且最高的位置，因此是最为尊贵的众星之主。古代的人们观天象也一般是以紫微星暗淡或者陨落的情况来推测人间帝王的诞生或者去世，因此紫微星又被称之为帝星。除上至斗极之外，紫薇大帝还下统丰都，有制约阴鬼群魔之责。除了自身过硬的实力之外，紫薇帝君还拥有北极4圣4名大将。虽说玉皇大帝是3界的统治者，但是在道教当中，紫薇大帝的地位却比玉皇大帝要高上许多，因此就连玉皇大帝见了紫薇大帝也是应礼让3分的。正是因为李世民前世是紫薇大帝的原因，因此李世民下地府的时候，十殿阎王都要亲自出来迎接，行隆重的跪拜之礼。作为紫薇大帝的转世，李世民自然也担得起十殿阎王行如此大礼，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前世的身份，阎王们自然也不敢怠慢他。于是李世民这样一个凡间的皇帝，因为紫薇大帝转世的原因，不但得到了游览地府的机会，并且还让阎王给他多加了20年的阳寿，
并且在世间还拥有了魏征这样一位鬼神通吃的心腹臣子。甚至到后来，唐三藏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无论师徒几人走到哪里，只要说一句是东土大唐而来的和尚，其他国家的君主都会非常尊敬。更不要说唐三藏身上还有李世民玉帝的另一重身份，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李世民前世今生的特殊身份。再者，在民间信仰中，紫薇大帝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三界律例，神仙每次修炼到一定的阶段，就要到人间转世一趟，体验人世间的疾苦，感受民情，积累修为。紫薇大帝自然也是如此。因此对于神仙来说，一场转世就是一场历练，或者也有可能是一场劫难。但是以紫薇大帝的身份来说，当然不可能转世成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因此人间的帝王变成了他的首选。这也就是为什么紫微星会被称为帝星的原因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